就在最近，《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重磅科学论文，伦敦大学学院的一组科学家宣布，他们在揭示地球生命起源之谜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这项研究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也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生命起源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生命最初是如何在地球上出现的？这是科学家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追问的终极谜题，也是人类文明中最古老、最深邃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本身充满哲学性和科学挑战性，许多理论和假说纷纷登场，却始终难以定论。我们不禁要问，1万年前，在那个还没有生命迹象的地球上，生命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悄然诞生的？是偶然的化学反应，还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这个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却也是无数研究者夜以继日追寻的答案。虽然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主要从哲学层面对生命起源进行思考与推测，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化学和地球科学的进步，我们开始逐步拼凑出一幅较为清晰的生命起源图景。虽然这幅图还不完整，但它已经足够精彩。在这种逐步清晰的框架下，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逐渐浮出水面，我们称之为无生源论。这个理论认为，生命并非源自某个神秘的外部力量，而是由地球上的非生命物质在特定环境与能量驱动下，通过自然演化逐步形成，最终发展出包括人类在内的复杂生命体。不过在今天这期视频中，我们将不再只是泛泛而谈，而是聚焦于过去几个月内取得的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新发现。这些成果不仅拓宽了我们对早期地球条件的理解，也可能为破解生命最初是如何从无到有的这个谜团带来前所未有的线索。但在深入探讨这些新发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人类对生命起源的研究历程。这段旅程横跨了将近2个世纪，涵盖了众多科学巨匠的猜想和实验。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我们才能更好地把眼前的发现与整个科学脉络连接起来。这个故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871年，也就是著名的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提出他对于生命起源的初步设想的时候。他或许没有留下详细的化学解释，但他的一个直觉却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科学探索。达尔文设想，生命最初可能是在某种温暖的小池塘中萌芽的，那里聚集着氨、磷、盐类等原始化学物质，它们在阳光、电能甚至火山热的激发下，发生一连串复杂反应，逐步合成为更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并最终孕育出第一批原始生命形式，也就是生命之树的第一片嫩叶。对于当时的19世纪科学界来说，这样的设想几乎是超前的直觉。毕竟，那是一个显微镜刚刚开始揭示细胞世界，化学仍在发展早期阶段的年代。达尔文能够提出生命源于自然过程的设想，足见其思想的开创性。然而，遗憾的是，达尔文并没有现代的实验手段来验证他的设想，他所缺乏的是一个关于这些原始化学物质如何相互作用，并逐步生成有机生命的详细物理与化学机制。换句话说，他点燃了问题的火种，但没有工具去揭示整个过程的内部运作原理。直到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终于开始用实验的方式尝试还原达尔文的假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实验就是1953年由斯坦利·米勒和哈罗德·尤里共同完成的米勒尤里实验。他们模拟了早期地球的大气环境，用电火花代表原始雷电，轰击一混合气体瓶，里面装着甲烷、氨、水蒸气和氢气，模拟条件尽可能接近地球刚刚形成后的化学环境。令人震惊的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简化的实验系统中，经过几天的电击之后，科学家们在水中检测到了多种氨基酸，这些正是构成我们体内蛋白质的基本单元。也就是说，构建生命的砖块可以在非生命环境中自发形成，这无疑为无生源论提供了坚实的实验支持。更令人兴奋的是，在过去这几年里，科学家们重新分析了米勒当年实验中保存下来的样本，并利用现代更为先进的检测技术，竟然发现了比当初记录的氨基酸种类更多、更复杂的有机分子。这些额外的发现不仅印证了原始实验的意义，也让我们看到早期地球化学环境下
可能比我们最初设想的更适合孕育生命。更令人震撼的是，科学家们不仅在地球模拟实验中找到了氨基酸的踪迹，更在陨石、太空尘埃等地外物质中发现了相似的氨基酸。这意味着构成生命的这些基本分子可能并非地球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宇宙之中。从理论上讲，这也为泛生论提供了依据，也许生命的种子早已在宇宙中四处播撒，只是在地球这个蓝色星球上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和时机。然而，尽管我们已经找到了构建生命的零件，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加棘手的挑战：如何让这些原始化学分子真正动起来，组装成一个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复制，甚至自我演化的系统？换句话说，拥有氨基酸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知道如何把它们拼装成真正能运行的生命机器。获取氨基酸、糖类、脂类这些基本的生命积木块已经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分子以某种方式组装成一个完整系统。这个系统不仅能维持自身的结构，还能在受损时进行自我修复，甚至能够复制自身的信息，这才是真正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所寻找的不仅仅是一个分子集合，而是一个完整的原型生命系统。它必须具备新陈代谢的能力，也就是说能从环境中获取能量并利用它。它还必须能繁殖自己，传递遗传信息，并且在不断的环境变化中逐步进化。这些功能正是现代生物体最核心的生命特征。正因如此，尽管科学界长期以来都在尝试寻找这样一个系统模型，但在缺乏关键实验支持的情况下，这项任务始终如同大海捞针，复杂、抽象，难以验证，也让这个领域充满了理论争议和未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颇具革命性的设想，被称为 RNA 世界假说。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早期生命并非由 DNA 和蛋白质构成，而是以 RNA 这种分子为中心展开的一个能同时存储信息和催化反应的多面手分子，或许就是生命最早的形态。这个想法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由分子生物学家亚历山大·里奇提出。他认为 RNA 也就是核糖核酸可能比 DNA 更早登上生命的舞台。它不仅可能是最初的遗传信息载体，同时还能像酶一样催化化学反应，从而担当起早期生命化学工人的角色。根据这一理论， DNA 其实是在 RNA 之后才出现的接班人。它结构更稳定，适合长期保存遗传信息，因此在生命体变得更复杂之后，逐渐取代了 RNA 在遗传方面的角色，成为今天我们熟知的遗传蓝图。当然，关于 RNA 世界的概念以及相关实验，我们在过往的几期视频中也做过深入介绍。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翻阅下方视频描述中的链接来进一步了解这些令人兴奋的研究进展。但我们还是要回到 RNA 本身，它实在是太神奇了。RNA 不仅能像 DNA 那样保存遗传信息，更具突破性的是，它还能折叠成各种复杂的三维结构，这种结构赋予它类似酶的催化能力。换句话说， RNA 既是说明书，也是操作员，这使它在早期生命中的地位变得至关重要。这一切都强烈暗示着 RNA 可能是从无生命向有生命转变过程中最关键的桥梁分子。它既承担了遗传功能，又能驱动化学反应，为复杂生命的进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更令人惊讶的是， RNA 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能实现自我复制，不依赖于现代细胞所需的蛋白质酶，仅靠自身结构就能推动复制过程。这种自我催化的能力，正是早期生命发展所需的关键条件之一。换句话说，在地球生命刚刚起步的那个阶段， RNA 分子可能早已在潮湿的泥滩、温泉，甚至深海热液喷口等环境中大量存在，并主导了整个原始化学世界的反应网络。而且这种假说并不是空穴来风，科学家已经在大量现代生命体中找到 RNA 仍然发挥关键作用的证据。换句话说， RNA 的祖先身份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内部找到蛛丝马迹。实际上，在我们人体细胞的日常运作中， RNA 并非只是一种中介角色，某些功能甚至比 DNA 还要重要。它负责将 DNA 中的信息翻译成行动指令，驱动蛋白质的制造过程，是细胞工厂中真正的执行者。举个例子，我们体内几乎所有蛋白质的合成都离不开 RNA 的参与。
无论是信使 RNA、mRNA 负责传递基因信息，还是转运 RNA、tRNA 帮助搬运氨基酸，亦或是核糖体 RNA、rRNA 构成工厂本体进行蛋白质拼接，这些任务都由 RNA 分工协作完成，可谓是现代生命的幕后主角。在这种生物系统的分工中， DNA 就像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安静地储存着所有遗传信息的原始档案。但它本身并不直接参与日常运作，而是依赖 RNA 将这些信息取出、解释并转化成细胞需要的各种功能执行指令。因此 RNA 才是真正的前线工程师和搬运工，从基因翻译到蛋白质拼装，它几乎参与了细胞活动的每一个关键步骤。可以说 DNA 编写了生命的剧本，而 RNA 负责把这部剧变成现实。不过即便我们对 RNA 的角色有了深入理解，科学家们依然发现这幅生命起源的图景中还缺失了关键的一块拼图，一个解释能量从何而来的逻辑闭环。我们依然要追问 RNA 本身又是如何在一个没有生命的地球上出现的。在没有细胞、没有酶、没有现代化学机制的早期环境中，这种功能强大的分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合成出来的？所以虽然 RNA 世界假说在信息存储和催化方面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它始终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在那个远古地球，所有这些关键反应所需要的能量到底从哪里来？举个例子，现代生物细胞几乎都依赖 ATP 三磷酸腺苷作为主要能量货币，但在生命尚未出现时，显然不可能已经存在 ATP。那时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能够驱动 RNA 合成、氨基酸激活，甚至让这些反应发生？这成了一个棘手的谜题。为了解决这个能量难题，科学家们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被称为流质世界假说。这个理论认为，早期地球上存在的一些简单含硫化合物，特别是流质，可能扮演了生命最初反应中的能量供给者角色。这个观点最早由诺贝尔奖得主、比利时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德杜威提出。他曾指出，流质分子在结构上具有高能键，能够在断裂时释放大量能量，因此非常适合驱动早期生命体系中一系列重要的化学反应。他进一步推测，在 RNA 上处于萌芽阶段时，流质就可能是他们最早使用的能量货币，一种在没有酶、没有 ATP 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促进反应进行的简单分子，从而为 RNA 的催化功能提供动力来源。要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 ATP 这种复杂能量分子尚未诞生之前，那是一个生命刚刚起步的原始时代。在那里，简单的流质可能就是支撑整个原始化学工厂运转的燃料。那么，什么是流质呢？一般来说，典型的流质分子含有硫原子、氧原子以及一个有机基团。虽然结构不复杂，但它们的化学活性却极高，是天然的反应驱动器。这种有机基团就像是一个多变的外挂模块，可以根据不同反应需要自由组合与扩展，使得流质在不同环境中都具备极高的适应性和反应潜力。我们已经知道，这类分子一旦被激活，就像按下了化学开关，它们在断裂时能瞬间释放出大量能量，这种能量正好可以用来推动其他有机物合成或连接。具体来说，当流质分子的化学键断裂时，会伴随着高能释放。这种能量爆发不仅能驱动反应，还能稳定地帮助小分子连接成更复杂的链条，比如早期的多肽或者核苷酸聚合物。更重要的是，这些能量释放可以用于生成生命基本构建，比如将氨基酸连接成短肽链，或将核苷组装成 RNA 链。也就是说，流质的化学能很可能在生命拼图的组装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总体来看，德杜威构建的是一种宏大的科学图景。在远古地球的某些特殊环境中，流质就像原始的电池，源源不断地为原始 RNA、肽链等生命关键物质的合成提供能量，为生命从无到有铺设了化学之路。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科学家们迫切需要实验证据来支持这一理论。我们如何证明这些流质化合物真的能在数十亿年前的地球环境中自然形成？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否能在足够高的浓度下积累，从而发挥出关键作用？这是目前仍待破解的难题之一。就在科学家们为寻找流质的确凿证据而头疼时，一项最新研究横空出世。
这项由伦敦大学学院的化学家马修·鲍纳领导的实验，不仅为流质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还搭建了一座连接 RNA 世界与流质世界假说的桥梁，其意义之深远，被不少专家称为划时代的突破。可以说，这项研究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生命起源谜题中尘封已久的一扇门。它首次从实验层面展示了原始化学如何在没有复杂酶的帮助下驱动起 RNA 和氨基酸之间的互动，为整个生命链条的早期组装提供了切实的线索。更具体地说，鲍纳团队设计出一种原始地球条件下可行的化学路径，成功将流质的能量用来驱动 RNA 的组装。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证明了两种假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可以自然衔接的进化过程，流质提供能量，而 RNA 承载信息，两者共同参与了生命的起步。这也正是这项实验最令人振奋之处，不仅理论上可行，而且在实验室中真实重现了可能出现在40亿年前地球上的一系列化学反应过程，为理解生命最初的那一刻提供了模拟图景。他们的实验条件模仿了早期地球的天然环境，不规则水域，中性 pH 值，无需现代催化剂，也无需控制极为精确的实验条件。在这种朴素却真实的环境中，氨基酸与 RNA 竟然可以自发的结合，这一过程正是生命系统构建中的核心步骤之一。换句话说，科学家几乎重建了一个40亿年前的微型地球实验室，模拟其温度、水质、酸碱度以及当时可能存在的原始分子，并在这个框架下验证关键反应能否发生。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真的发生了。这其中的魔法原料毫无疑问就是流质，正是它提供了这个原始反应系统所需的燃料，使得非生命分子之间的连接成为可能，就像是点燃了化学之火的第一根火柴。实验结果显示，流质不仅可以稳定地激活氨基酸，还能有效促使它们与 RNA 分子结合。这个过程中释放出的能量恰好弥补了缺乏 ATP 时代的能源空白，为原始生物化学反应提供动力支持。更令人兴奋的是，他们不仅观察到了反应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其中的选择性。某些特殊的氨酰硫代物只与特定的 RNA2 醇位点反应，而不会与其他随机分子混合。这种选择性机制意味着化学反应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具备一定的方向性和目标性。而这种分子间的选择性反应，恰恰是走向真正生命系统的关键一环。它使得复杂分子的合成变得有序、可控，而不是一锅乱炖的随机拼接，标志着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化学走向生物的飞跃。换句话说，这种化学选择性意味着原始反应环境并不是盲目拼接分子的化学碰碰车，而是具备了初步筛选和控制的机制，从而有效避免了生成一堆毫无功能的错误链条，确保生成的结构具备生物潜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引导机制就像最早的生物编辑系统，能让复杂的 RNA 链条有选择的生长，进而建立起某种原始的信息系统，为后来的基因编码和功能表达打下了基础。这一现象的深层含义是， RNA 分子不仅参与了反应过程，还可能开始扮演起指挥者的角色。它们通过与特定氨基酸结合，可能早期就具备了控制蛋白质合成的雏形能力，这是生命复杂化的关键节点。令人惊喜的是，研究团队不仅验证了每一个中间步骤，还成功地在模拟池塘式的不规则水环境中，让 RNA 合成变得可控、可重复。这意味着，即便在自然界的随机水坑中，也可能催生出完整的原始 RNA 片段。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并不依赖于现代生命所必需的酶，这些高效的蛋白催化剂在生命早期尚未存在。实验显示，只需通过激活流质和其相关的硫代酸，就能形成一个化学开关，引发一连串合成反应，最终走向原始蛋白质的诞生之路。这一切正是研究人员通过精心实验呈现给我们看到的，从原始分子到生物化学功能的跳跃过程，真实、可重复且令人震撼。在实验中，科学家见证了一个划时代的画面，一个个氨基酸分子在流质的驱动下连接成短链态，进而逐步构建起原始蛋白质的雏形。这可能就是生命第一段旋律的开端。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的起点竟如此简单，
仅仅是水和几种原始的流质分子，不需要高科技设备，不需要蛋白质，不需要细胞膜，却能激发出孕育生命的原始化学反应。对生物化学家和研究生命起源的学者而言，这一实验堪称登月式的突破。它不仅验证了一种可行的生命起源路径，也将长期停留在假说阶段的推测首次拉入了实验室的现实世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实验模型，在没有 ATP、没有酶、没有复杂细胞系统的条件下， RNA 如何借助简单的流质分子完成能量获取与蛋白质合成的双重任务，描绘出早期生命真正可能的起点。这条通向生命的反应路径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在实验室中一环一环观察到的真实化学过程。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从最初的化学原料到生物功能分子形成的完整链条。这一实验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科学界意识到，我们离揭示生命从无到有的谜题，可能真的只差最后几步。就像一条拼图，越来越多的碎片已归位，图像逐渐成型。然而，真正要让这些 RNA 和蛋白质发挥长期稳定的功能，还需要一个容器，一种保护性的结构，让这些反应不至于在环境中迅速消散。这就引出了原始细胞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几年前，科学界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RNA 这种脆弱的分子如何在充满辐射、温差剧烈、酸碱不一的早期地球环境中生存下来。答案或许来自一个令人惊讶的新设想——液滴世界假说。这个假说可以说是向生命更进一步的进化枝条。他认为，早期的细胞并非我们今天熟知的膜包结构，而是由某些分子自发形成的液滴。这些液滴就像柔软的、不断流动的微型反应式，可以浓缩、保护，甚至引导分子之间的反应。在实验中，科学家发现，通过液相分离这一过程，一些短链肽分子或核酸可以自发地形成这种球形液滴。这些微小的液滴结构不仅形状稳定，还能自动将周围的有机分子吸进体内，形成一个封闭的化学空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液滴并不是静止的结构，它们可以通过添加新的分子而成长。一旦外界施加压力，比如温度变化或物理扰动，它们就会像分裂的细胞那样，啪的一声断裂成2个新的液滴。这种分裂机制就像是细胞繁殖的原始雏形。虽然没有染色体，没有有丝分裂的复杂机制，但这些液滴却能以形传形，经历某种程度的自我复制过程。也正因此，科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原始繁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液滴并不是空壳，它们能够选择性地吸收周围环境中的 RNA 分子、脂质和其他功能性有机物，就像最早期的细胞原型。这意味着生命的初级组织结构可能早已在这些液滴中悄然诞生。更惊人的是，这一切反应都无需任何酶或蛋白质的参与，只靠分子的自发行为就能完成。这种天然的自催化复制系统，为理解早期生命如何突破物理边界，形成独立系统提供了重要线索。科学家在多次实验中反复验证了这一过程，液滴一旦形成，只需几个小时便能完成分裂周期。这种持续而稳定的再生过程，很可能正是原始生命繁衍最初的模式。而更妙的是，这些液滴还展现出了某种环境响应能力。它们能根据环境中营养分子的浓度，自发调节自身的摄入和释放，仿佛具有最初级的代谢功能。这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细胞的基本行为。尤其令人兴奋的是，这些繁殖液滴并不只是容器那么简单，它们还能将 RNA 牢牢锁在内部，并保持其结构稳定性。这意味着 RNA 不仅有了居所，还获得了一层天然保护伞，免受恶劣环境的侵蚀。令人惊讶的是，实验还表明， RNA 进入这些液滴后，并不是随机分布，而是更倾向于聚集在液滴的内边缘区域。这种定位方式可能与后来的细胞膜结构形成机制有着潜在的演化关联。令人意外的是， RNA 聚集在液滴边缘时，不仅没有导致液滴不稳定，反而像一层天然保护膜那样，有效阻止了外部脂质分子渗透并破坏液滴的结构。这种行为就像是分子层面上的共生，相互成就，共同稳定。这一现象表明，在原始生命的早期阶段， RNA 和液滴之间就可能形成了类似今天生物体内细胞与核酸之间的合作机制，
液滴为 RNA 提供保护与浓缩空间， RNA 则通过其催化与结构功能强化液滴稳定性。这种早期共生极有可能是后续细胞系统进化的起点。从更高的层面来看，这种 RNA 与液滴之间的互动实际上正好填补了长期以来困扰科学界的空白，那就是从简单化学反应到复杂生命体系之间的过渡机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验证明的连贯的桥梁。这也意味着科学家如今已经不仅停留在理论推演层面，而是真正建立起一个可重复的实验模型，通过模拟早期地球的环境条件，展示了原始化学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生命特征的。这无疑是理解生命起源机制的一大进展。我们甚至可以开始大胆猜测这些原始生命反应可能发生的场景，也许是在热气腾腾的温泉边缘，也许是在深海热液喷口那如地狱之门般的裂隙旁，亦或是在原始大陆上某个阳光照射下的浅水湖泊。每一种环境都有其独特的化学优势。虽然我们仍无法确定哪一种环境才是真正的生命诞生地，但至少如今我们已有大量实验能够证明，在这些环境的物理和化学条件下，确实可以自发产生生命必须的反应步骤，这让曾经遥不可及的问题开始触手可及。所以总结来看，科学家们不仅证明这些生命基本反应是可能的，甚至已经能在实验室中重新创造出那些可能存在于40亿年前的微型流质液滴，它们如同人工模拟的原始生命细胞，让我们仿佛窥见了进化之初的第一缕生机。而将这些发现串联起来，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作为能量供体的流质，还是作为信息载体与反应催化核心的 RNA， 它们都在实验中展现出极强的化学互补性，完美呼应了流质世界与 RNA 世界两个理论的深度融合。这类研究不仅突破了科学认知的边界，也让我们深感敬畏。原来生命从无到有的过程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遥不可及，而是由一系列简单分子在正确条件下自然排列组合的结果，实在令人激动。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我们取得了这些非凡的进展，但生命起源这个宏大命题仍旧像一座未完全揭开的迷宫。接下来我们该朝哪个方向继续深入？还有哪些隐藏的机制等待揭示？我们是否有可能有朝一日为生命从何而来这一人类千古之问给出一个统一、确定、经得起宇宙检验的答案？亦或这始终是个无法穷尽的探索过程？目前的研究无疑呈现出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不同假说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它们开始汇聚成一个多元融合的科学体系。但必须承认，确切的起源路径、精确的化学路线依然是缺失的一块核心拼图。举例来说， RNA 世界假说让我们理解了遗传信息和催化功能可能如何从非生命物质中自然诞生，而流质世界假说则为这些反应提供了合理、稳定的原始能量支持，两者如双轮驱动，共同推进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再加上前面提到的液滴分裂实验，我们甚至已经可以模拟早期生命如何实现繁殖这一核心特征，这使得原始生命系统不再只是静态集合，而具备了动态传承的能力。当然，虽然这些研究之间出现了种种令人振奋的联系与融合，但我们仍需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都还停留在假说的层面，距离全面证实仍有一段科学旅程要走。尤其是在我们尚未在其他星球上发现与地球类似的生命演化迹象前，这些解释都只能视为合理推演而非终极真理。真正的验证可能还要仰赖未来的天体生物学发现。换句话说，要想彻底验证这些理论，我们可能需要找到地球之外的第二个生命起源案例，哪怕只是某个遥远星球上的微生物，也足以重新定义我们对生命诞生的理解，并为地球生命的起源机制提供旁证。但不论外星生命是否存在，从目前地球上的研究来看，生物化学与微生物学领域已经逐渐从零散、各自为政的假说时代走向一个整合性更强、模型更系统的阶段，让整个生命起源研究变得更加科学化与具象化。生命的起点曾经是哲学家思辨中的第一推动，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实验数据表明，非生命的化学反应不仅具有生命般的特征，甚至可以在没有细胞的前提下展现出组织性、选择性、繁殖性等令人惊叹的功能。
这一切正将我们缓慢却坚定地推向终极目标，真正理解生命是如何从无序的化学反应中演化出具有意识、遗传乃至文明的生物系统。这一旅程仍在继续，但我们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答案。说到底，正是像这样的研究一次次地提醒我们，科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立刻解答所有问题，而在于持续不断地靠近真相。在面对宇宙中最复杂、最深奥的问题时，科学所展现出的那种理性、坚韧与精密令人敬畏。从最初的猜测与假说，到如今通过分子实验一层层揭开生命诞生的过程，这项持续了数十年的科学追索，就像拼一幅天书般的拼图，每一块证据都显得弥足珍贵，每一个实验都推动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生命的真正本质。尽管进展缓慢，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但随着每一次突破，我们都在坚定地向着那个最终目标前进，彻底弄清楚生命究竟是如何从无到有在这个蓝色星球上诞生的。当然，必须承认，我们尚未揭示全部真相。我们手中握着越来越多的碎片，但完整的拼图还未成型。关键的第一步仍可能隐藏在某个未被发现的矿泉中，某块尚未解析的陨石中，或某个遥远星球的尘埃之下。所以，一旦我们获得新的数据、新的理论验证，或在其他星球发现哪怕一丁点生命迹象，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回来，将这令人兴奋的科学旅程继续分享给大家。敬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探索，也许就在不远的未来。